每年包完粽子满心期待，煮出来却总踩雷，不是夹生发硬，就是糯米散架。原来煮粽子光加水是大忌，跟家里80岁奶奶偷师多年的黄金配方，只需多加2样常见食材，粽子出锅个个软糯 Q 弹，香气四溢，连粽叶的清香都渗进米里。学会这招，今年端午保证让亲朋好友追着你要食谱。大家好，我是乐乐妈，赶紧跟着步骤学起来。大家可别小看一个小小的粽子，你把馅料调得再好，包得再好看，如果不会煮粽子，前面的工作都白费了。如果大家都自己包粽子，用热水浸泡粽叶，不仅可以杀死粽叶中的虫卵，还能使粽叶更软。这样在包粽子时，粽叶就不容易破了哦。如果您刚包粽子，可以多缠绕几圈绳子，防止粽子散开。想要煮出软糯香甜、个个完整的粽子，以下这些关键步骤一定要牢记。第一步，包好的粽子别急着开火就煮。加入清水后，先放入清水中浸泡30分钟以上。紧实的糯米在包制过程中难以充分吸水，提前浸泡能让米粒喝饱水分，后续煮制时更易熟透，从根源上避免加深问题。第二步，煮粽子必须用冷水，直接开水下锅会导致粽子外层迅速受热，而内部还未熟透，极易出现夹生现象。冷水慢慢升温，能让粽子均匀受热，不易散架。同时煮前要一次性加够足量的水，中途尽量不加水，实在需要补水时一定要加热水，避免因水温骤降影响粽子成熟。第三步，加入黄金搭档提升口感。煮粽子别只加清水，往锅里加入2克食盐和少许小苏打，这是让粽子更香更糯的秘诀。食盐能够激发糯米的天然米香，而小苏打作为碱性物质，能软化糯米，让粽子口感更软糯，入口即化。第四步，盖上锅盖，利用蒸汽加速粽子熟透，比开盖煮节省至少30%的时间。先大火煮沸20分钟，让粽子快速定型，再转小火慢煮25分钟，让热量充分渗透。煮好后别急着掀盖，关火焖1小时，此时粽子香味更浓郁。若时间充裕，浸泡2小时，粽子会变得更加的软糯香甜，每一口都散发着诱人的粽香。掌握这些技巧，轻松煮出不输老字号的美味粽子。用这种方法煮粽子能带来多重惊喜。冷水下锅，搭配循序渐进的升温过程，确保粽子从内到外均匀受热，彻底告别夹生难题，每一粒糯米都软糯适中。煮制前的浸泡步骤让米粒充分吸收水分，煮后口感更加的饱满绵密。而食盐与小苏打的巧妙加入，不仅激发出糯米的天然米香，还让粽子质地更加的柔软，咀嚼时轻松化开，香甜滋味在舌尖蔓延。全程加盖焖煮的方式大幅缩短了烹饪时间，省时又省力，更让香气充分渗透，粽子的风味愈发浓郁醇厚。无论是口感、香味还是烹饪效率，这样煮出来的粽子都堪称完美，每一口都让人回味无穷。家里粽子吃不完，还是直接丢冰箱吗？这个错误很多人都在犯。不少人习惯等粽子晾凉后直接塞进冰箱，殊不知这样会让美味大打折扣。问题的关键在于糯米中的支链淀粉，一旦遇到低温，就容易发生反生现象，口感变得生硬难嚼。再加上冰箱抽湿效果强，短短几天，粽叶的清香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想要让粽子长久保鲜，隔绝空气是关键。等粽子自然冷却后，
趁着表皮还带着微微湿润，立刻用保鲜膜仔细包裹，将粽子严严实实的密封起来。分装时不妨按照每次的食用量划分，吃多少拿多少，避免反复解冻影响口感。去年我用这个方法保存的腊肉粽，5个月后取出上锅一蒸，街坊邻居尝了都直夸味道比刚出锅时还要香浓。解冻呢也有小窍门，提前1晚将粽子移至冷藏室，让它缓慢解冻，第2天再上锅蒸30分钟即可。记住，千万不要2次水煮，否则糯米呢会变得软烂，香味也会大大降低。用蒸的方式加热，能最大程度的锁住粽子的香气。蒸好的粽子软糯弹牙，粽叶清香与馅料的美味完美融合，仿佛回到了刚出锅的那一刻。今天的粽子小妙招就分享到这儿啦，我是乐乐妈，感谢大家的耐心观看。觉得实用的话，记得收藏转发，咱们下期还有更多生活干货，不见不散。